如果是因为3年前 This Evolution 版带给你的感动，或者是想得知孩子们的后续，不论是太一加女神帅气的帝王龙甲兽，又或者为了光叔的02 OP 曲 Target Akai Shugeki， 那就去看吧。这部电影就是我们认识的数码宝贝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伊麦。还记得3年前我在信的半观后感是这么留言的：半才是第1季真正的完结，未来会不会再有新作不知道，但在我的心中，这是童年故事真正的完结。整部电影充满了当年的热血与感动，没错，这才是我追过的数码宝贝。非常推荐当年跟着被选召的孩子一起冒险的你和我。而2023年10月27，数码宝贝 ZO2 的 Beginning 正延续半的精神，让02组成员在探索数码宝贝与被选召的孩子的秘密当中，通往属于他们的未来。如同这次的标题 The Beginning， 这并不是02组成员的结束，而是新的开始。接下来会是观影后的心得，若尚未看完电影，建议之后再回来看。如果是不介意的朋友，就在倒数后加入咯。3、2、1，在首映会当下，我还遇到了信，还跟他 say hello， 他应该觉得很奇怪吧？扯开话题了，在首映会当下，我带着3年前半的感动走进去。电影结束后，老实说，我没有被感动到，更多的是哈，就这样，一股从内心冒出的莫名其妙感。原来曾经的冒险，曾经的回忆，都只是因为累的愿望，不禁让我拳头都硬了。但开着车回家，听着数码宝贝 BGM， 仔细回想电影的每一段剧情，才发现个中滋味。尤其是长大后看动画的体悟真的不一样。就像小时候对02电视版印象就是看不懂、不好看，可是现在发现一些元素长大后才看得懂。比起 This Evolution 版的完结，这部电影 ZO2 The Beginning 更像是番外篇，补完角色的后续、故事的设定，并传达给观众，这不是结束，而是新的开始。主轴确实延续了半的精神，将太一的勇气和大和的友情更深层的探讨。如果少了神圣计划的羁绊，人类跟数码兽的友情还会存在吗？答案是会的。尤其在类回圈自言自语时，02组成员不断灌输他，人类与数码兽的羁绊友情，并不受限于神圣计划，而是心与心的连接。这在电影最后神圣计划消失，也能证明这件事。除此之外，电影第一次带出家暴的社会议题。小时候的类没有勇气反抗，只能隐忍委曲求全，但隐忍不能解决问题，积压的情绪与委屈只会转换其他形式作为出口，例如家暴其他的小孩、朋友之类的，变成恶的循环。所幸小时候有乌科兽的参与，让家庭状况反转，不至于让类变成另一个施暴的加害者。说起来，乌科兽这部分做得非常好，给他鼓鼓掌。而在电影后续再次进入数码蛋，这次的类不再逃避，鼓起勇气跟母亲对话，才改变那天的命运，顺利见到乌科兽，与他对话，尝试理解彼此。因为不说清楚，对方怎么知道呢？又不是你肚里的蛔虫。多人真正的理解对方，就会形成无法言喻的默契。如同电影中大辅跟 V 仔兽望向数码蛋时，一搭一唱，完美理解对方想说的话、想做的事。而人与人的相处也是一样的道理。真正的朋友，即使不常见面，一约出来仍有讲不完的话，并且熟悉对方的任何事情、动作、习惯，并不是一张白纸黑字的契约，或是神圣计划所绑定。再来说说神圣计划，最早是乌科兽出现，送给类的礼物，所以后续为了让更多被选召的孩子与数码兽有羁绊，乌科兽开始让有梦想、有可能性的孩子获得神圣计划。但仔细的思考后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性，就像类遇到乌科兽这样，不是透过神圣计划而相遇？就如同电影《滚球兽的诞生》，太一跟加贺小时候，同样是1996年，数码蛋从家中电脑蹦出来，跟太一兄妹培养出感情，进化为亚古兽，甚至最后与鹦鹉兽的战斗，为了保护太一家儿而进化成暴龙兽。当下最初的8名被选召的孩子也有看见战斗，因此也与数码兽产生羁绊。要注意，这个时候的太一也没有神圣计划，靠的全是羁绊，才能让亚古兽进化为暴龙兽。这就呼应电影的结尾，神圣计划第3暴龙机消失，但孩子们与数码兽的关系并没有因此消失，羁绊能持续直到永远。神圣计划只是个契机，进化道具。即使没有神圣计划，孩子们也是会与数码兽相遇。更何况神圣计划消失，不是还有个备份吗？就是光子郎制作的智慧型手机神圣计划。而且从02电视版的结尾也能看出，所有伙伴及新的孩子们都没有拿出神圣计划。官方明确的将数码宝贝 ZO2 The Beginning 电影结尾导向02电视版的结局。再来说说02组的成员，大辅即使已经20岁成年，做事仍旧不犹豫不迷惘，决定的事就是要执行到底，靠着勇气热血，一路朝着梦想开拉面店而前进。
非常喜欢他的个性，因为现实没几个人能做到如此。小贤在经历小时候的黑暗期后，被大辅的友情救赎，找回自己的人生目标，即使长大也是温柔地对待每一个人。如同他在电影跟内说的，我们跟数码兽并非被迫变成现在的关系，而是经历过许多才会彼此信赖。小金依旧直来直往，保有童年的纯真，总是无私地关爱每个人。如同小时候02的电影版，每次都带头喊出数码世界大门打开，被选召的孩子出发。在电影中也是带头精神喊话，大家一起上吧，然后就进化了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他的口头禅没有变，还是那一句 bingo。 而小金跟小贤这对 CP 顺应02电视版结局成为夫妻。这集很多放闪画面，例如开头小贤大辅泪掉落数码弹的时候，只有小金是叫小贤，其他人都是喊大辅。在各种画面也总是站在一起，夫妻一搭一唱的，尤其是最后打血战也是甜滋滋。小金说，接下来的事在发现之前就一起慢慢想吧。小贤说一起想，然后就被小金丢雪球，也太散了吧。一之记得02电视版对他没什么印象，后来耿直、认真、成熟、冷静的个性，随着剧情慢慢浮现，可能是练习剑道所学习的沉稳感。长大后依旧真诚地面对他人，虽然戏份不多，但内心坚强的一面肯定会是伙伴们可靠的后盾。阿武交友广泛，性格好，因为小时候父母离异，也经过冒险中的迷惘无奈，所以非常珍惜与巴达兽相处的时光。在知道消灭乌克兽可能导致羁绊消失，因此他犹豫了。但拥有希望徽章的他，最后能选择相信伙伴，同时也是本部的工具人代表，一直开车。加尔许多人的童年女神，拥有光明徽章的她，如同官网介绍说的，成为伙伴们的核心。她也在累的绝望时告诉他，我们与数码兽的羁绊不是被创造的，而是我们去发现找到的。加尔跟阿武一直都是我内心中的 CP， 但从这集的互动，似乎阿武不是属于他的，真是太可恶啦！明明小时候那么甜。总结来说，02组成员的个性依旧是延续02电视版的他们，只是他们的目标变得更加的明确。最后很开心，这部电影沿用光叔在《数码宝贝大冒险02》的片头曲 Take 的 Akai Jukeki， 进化曲依旧是宫崎步的 Break Up Bay， 但音乐响起，整个回忆涌上心头，鸡皮疙瘩掉满地，每首都是经典，至今仍在我的播放清单内。有人跟我一样吗？欢迎底下留言。而片尾曲则是初代太刀川美美的声优前田爱演唱的 Felios Colors， 虽然是新歌，但优美的声线依旧是当年的韵味，轻快的曲调让回忆满满。很感谢东映大大愿意继续制作，很多细节都有当年的痕迹。非常开心能看到 Let's Evolution 版的导演町口智久与编剧大和屋继续制作 Zero2 The Beginning， 因为两位都是对数码宝贝系列相当有爱的创作者。大和屋小，唯一一个参与数码宝贝系列前4部电影版及数码宝贝拯救队 Let's Evolution 版02 The Beginning 的编剧，以及小说版 Let's Evolution 的原作脚本，可以说他一路见证数码宝贝系列的成长，数码宝贝如同他的孩子一样。说导演町口智久，记得之前 Let's Evolution 版的采访中，现年39岁的町口智久自曝是数码宝贝时代，当时国中生的他每天放学回家，正是播放数码宝贝的时间。他说，故事人物的烦恼与困惑，真实的呈现出当时孩子们面临的现况，这也是数码宝贝不同于其他以小学生为客群的动画之处。而能够成为小时候数码宝贝的动画导演，他本人也是感到相当不可思议，同时内心充满了无限感激。也是因为他们的存在，才不会将 Let's Evolution 版 Zero2 The Beginning 变成像踹一样的黑历史。如果还没有看完的朋友，赶快去看。也许不到 Let's Evolution 版带给你的感动，但这才是我追过的数码宝贝，依旧推荐给当年跟着被选召的孩子们一起冒险的你和我。很开心童年有数码宝贝陪伴，以及每首经典歌曲丰富人生，数码宝贝会一直在我心中。至于电影彩蛋，就真的是个彩蛋。会不会有下一部呢？我觉得会，因为02电视版的结局是2027年。我是一麦，下次见。